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聊台湾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选。大家可能以为是立委选举，结果这一次的选举居然是罢免。什么罢免？听起来有点吓人吧？其实这场罢免大战正在悄悄地改变台湾的政治格局，而这个风暴很可能把某些政治人物彻底推向悬崖。是台北街头的那一幅同意罢免和不同意罢免的巨幅横幅，真的让人心情紧绷。看着这些举旗支持的身影，仿佛随时会卷起一场政治风暴。更神秘的是，这一次投票将决定24名在野党立委和新竹市长的命运。你猜猜看，这场政治闹剧到底会给谁带来惊喜？谁会又掉进陷阱呢？好了，这么神秘的悬念，咱们一步步来揭开。你可能已经猜到了，这场罢免大战不是一般的选举，这次的焦点人物全是来自国民党被认为亲中的立委委员。很多人看他们的眼神，简直是恨不得下去马上投票。其实这场大罢免不只是一场简单的投票，更像是一场政治博弈。你说罢免选举跟普通选举有什么不一样？普通选举是选个好人，支持你喜欢的人，但罢免选举呢？这不看选谁，而是看你有多讨厌那个人。这种仇恨值才是真正决定性因素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尤其是那一些政治人物在网络上面高调的立委，仇恨值爆表，尤其是那一些国民党傅崐萁、徐小新、王宏威等人，仇恨值高的几乎要突破天际。到底是什么让这些人受人民公愤？接下来我们将慢慢揭开他们背后隐藏的真相。说到这里，你是不是更想知道到底谁会命悬一线？没错，继续往下听。你觉得投票率高不高？这是直接决定结果的关键。往常一般选举投票率是70%以上，但罢免选举通常只有40%到50%之间。怎么回事？大家还记得2018年台北市的林长佐罢免案吧？当时同意罢免的票数虽然大于不同意，但因为没有达到选区总数的1/4，最后竟然宣布失败。想想看，如果这一次罢免选举像打仗一样，想要赢不只是仇恨值高的那么简单，还得靠选民的积极参与。说到动员，大家知道哪一方能出人头地，将会引发一场政治风暴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民众党也在其中扮演着关键少数的角色。为什么呢？民众党虽然是第3大党，但不参与的态度一直让大家摸不着头脑。你看柯文哲的支持者究竟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，还是会倒向民进党这一边呢？大家根本搞不清楚。尤其是那些年轻选民，他们跟蓝绿两党似乎都没有太强的倾向性。这一部分选民的动向，可能就是接下来的关键。民众党到底是如何调动选民，影响结果的幅度，将会让整个政治局势扑朔迷离。但接下来的重点来了，这场罢免能不能成功呢？虽然大家说支持罢免的人有点势头，但最终能不能在这次投票数上面形成突破，还是要看两方的动员情况。特别是在蓝绿基本盘接近的选区，国民党如果没有有效动员，或者绿营能够有效整合选票，那这一次罢免之战可能会迎来一次大洗牌，完全改变现在的政局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这一场最大规模的罢免选举，可能决定了24级立委的去留。谁能下到最后，谁又能沦为历史的牺牲品，请拭目以待。咱们再从历史上面来看看以往的罢免选举有哪些案例，为什么这些局面如此的复杂呢？你看看2020年的立委选举的时候，投票率超过70%，大家都知道民众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选举的结果。但近几年罢免选举投票率明显偏低，最好的情况也就是50%左右。那么为什么这次罢免选举能引发如此激烈的竞争呢？原来这一次罢免选举不仅是对个别议员的惩罚，更可能会改变现有的政治力量的分布。假如蓝营的6席立委被替换，民进党就可能
重新取得完全执政的地位。如果你问我，这真是大事了。无论怎么看，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和意外，政治上的风云变幻，什么时候都能让人惊讶。当谈到仇恨值的时候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场选举跟情感关系不大，但其实情感才是驱动一切的因素。如果你看看那些备受争议的立委，像傅昆萁、徐小新，真是政治上面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。而民进党也不断的利用这一点，通过公民团体的合作，把整个抗中保台的论述进一步推向高潮。你说立法院里面的这些激烈的对抗，真能把选民的情感拉到这么的极端吗？大家是不是也开始感受到这种罢免选举的悬疑感了？好了，最后的真相是什么？大家心里面肯定也有了自己的猜测。这场罢免之战能否成功？投票率是否足够高？民众党支持者的流向是否明确？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影响最终结果的关键。而最终关键的是，选民心中的仇恨值是否足够大，足以推动他们出门投票，一举改变政治格局。一场投仇恨票的选举，最终或许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，影响整个华语区的政治动向。你觉得这会是一场成功的反击，还是另外一场空前的失败？说到生活当中的启示，大家是否也从这场选举当中看到一些重要的教训？政治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数据和权力的博弈，它也是每一个选民情感，它也跟每一位选民的情感息息相关。每个人的选择都会影响社会的未来，每一张选票不只是选择一个人，它还决定着未来的走向。我们在思考社会大事的时候，往往会忽略这些微妙的情感因素，却不知道这些情感最终可能决定一切。最后，我们用四句古诗来总结今天的故事：风起云涌岁月长，谁人知晓背后伤？投票一刻真心见，英雄泪水洗风霜。最后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分析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跨界茶话间频道。我们下集会有更精彩的内容。阿峰祝大家平安、快乐、吉祥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50岁，可能很多人想着退，而我只能拼。我用这个频道努力为大家讲出世界的真话，冷暖人情，人生百态。从写稿、拍摄到剪辑，每一支视频我都自己扛，只希望对得起每一位愿意停下来听我说话的你。如果你愿意支持我继续讲下去，请加入会员频道，和我一起守住这份坚持。会员朋友可以享有抢先观看新视频、幕后花絮、点名感谢上榜机会，每月会员专属直播互动。一杯咖啡的价格就是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请点击下方加入会员，让跨界茶话间不只是我的坚持，也成为你的选择。谢谢你，我们会员专区见。